你最好不要觉得我是在轻薄你，否则我会将你直接扔在这儿。你我萍水相逢，冒着这等风雪救你，算是天大恩情。若你以小人之心度我君子之腹，我便让你在这冰冷的雪中满洒月。我的手已经没法感受到你的呼吸了，你不说话，又闭着眼，我只能看你胸口，观察你到底死没死。回去还有至少5里路，雪翼封山，路是真的难走，我不想拖着一个死人回去。去哪儿？去县城外1里地的破庙，那里虽然也冷得要命，墙缝砖瓦漏风，不过雪进不来。上个月月末，我在张烈户门口求了他很久，他答应我，把那县城外能避风的树屋让给我过冬。虽然他说话难听，但也算是救我命。不然就今年骑过这大雪，我在破庙里烧完了柴火，指定得冻死。而你从破庙里，我待会儿还得去找他拿钥匙。树屋我就没法带你去了，我根本没力气在这风雪之中把你拖上去。你自己在破庙，我明早再来看你。你能活不了，我便把你随便找块地埋了，仁至义尽。你叫什么名字？莫长生。你家呢？我不是齐国人，是流民，在这里没身份，大部分时间进不了县城，平时就住县城外的破庙里，哪来的家？就这些，自求多福。几时了？你不睡觉，别人不睡。谢。老张哎，你那么凶做什么？我看那娃也不是个坏人，这3年可怜成这模样，没见他偷谁抢谁。反正那树屋空着不也是空着，碍不着什么事儿。他哪个腿子囊大的雪，说下就下，明天封山估计打不得猎了，得拿个镐子敲了石头河上的碎冰，看看能不能搞来2条鱼，熬点鱼汤。晓得你心里不舒服，最近日子过得难。不过朝生那娃前些日子说了，他跟县太爷的3年之约就要到了。等他成了咱齐国人，官爷那边有了记录，就会给他分块地，他也能自力更生，说不定还能帮咱们料理些小事。3年之约，狗腿子约，那县令刘金石什么德行？还3年之约？除了门外那个傻子，也就你信。没银子，他能放流民进县里？笑话！我呸！你就看着吧，门外那傻小子活不过这个冬天了。放我年轻10年，尚且还能拉他一把，可现在我们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要不我们搬回县城里，把这个屋子暂借给他住一个冬天。张烈户没回话，火光点亮他苍老的面容，阴影在沟纹中翻滚着。望着那张脸，老妇人忽地一愣，终究是没法再开口。他们之所以选择搬出来住，就是因为住的地方距离张烈户打猎的山林太远。放着他们年轻些，张烈户身体强健，一天走个几十里路，气不带喘。可如今他和张烈户2人都已经年过60，再加上他身患疾病，腿脚不行了，不得已张烈户才在外面青田特意做了一间屋子，既方便狩猎砍柴，也方便照顾他。而此刻，莫朝生已经艰难来到了树屋的位置，他的双手几乎已经完全没有知觉。好在张烈户在这里留下了一个木梯，若是像之前那样只垂下根绳子，他还真不一定能上得去。在漆黑的房间里摸索了一会儿，他忽然怔住，那竟然是一床被褥。虽然已经很旧，外面还有几个补丁，可对于莫朝生来说，这就是救命的东西。他真没想到，这个外表粗犷的老头儿，竟会记得在树屋给他留了一套被褥。贼老天，我没死，我活下来了。再过几日，下月初3，我就是一名真正的齐国人了。拿了地，有了住处，日子便也会跟着好起来。离开树屋之后，莫朝生就得为今天的生计忙活了。今日白天没下雪，他得珍惜这时间。不过在此之前，他先得去趟破庙，去看看那个在山里捡来的奇怪女人到底死没死。之所以会选择救这个浑身是伤的奇怪女人，不过是因为莫朝生见女人浑身是伤，却仍然留有一丝气息不死，想到了自己如今也是这般惨烈的活着，不免动了恻隐之心。女人睁眼的刹那，她嗅到尸山血海的味道。或许用这4个字来描述眼前的境况不算准确，可见这目光，莫朝生便有了一种直觉，那就是眼前的女人杀过人，杀过数不清的人。我有些后悔救你了。你身上的伤势皆是刀兵伤，我虽不是江湖中人，但看得出来，那不是同一种刀兵留下的痕迹。你这样的人身上必然伴随着麻烦，而且是大麻烦。女人没回话，气息微弱，像是在思索，又像是在等死。莫朝生见她如此，眉毛微微一皱。
你叫什么名字？阿水。没有姓。以前有，后来留在了一座城里，城里起了场火，烧了7天7夜，姓氏给烧没了。接下来呢？你有什么打算？我回来想见见爹妈。在阔爱县。什么名字？父亲姓云，叫云子记；母亲姓苟，叫苟月。没听过。不过你是齐国人，有身份证明的话，直接进县城找县令就成。不过看你也没银子，以流金石的尿性，大约不会帮你办事。不是一定不会帮你。总之，你要去便去，县里大抵该比这外岛好过些。我很多年没回来了，不认识路，也不认识人。与我说何用？难道我认识？阿水这才想起昨夜莫朝生说过，自己是流民，不是齐国人，大部分时间进不去县城。跟你讲，外头吃的少，冬天雪一埋，没野菜了。小河会结冰，破冰是个麻烦事儿，而且守一天也未必见得到几条鱼。没鱼，我就得吃狗爷分来的食物。但这2年狗爷也老得快，今年冬天格外冷，我吃多了，怕狗爷熬不成。反正没你吃的，你待在这里迟早会死。狗爷是谁？再过1个时辰，你会看见他的。我要警告你，管你再恶，不准打狗爷的主意，不然我跟你拼命。说到做到。忙活这么久，就只有这点。你怎么在这儿？等你。今儿个没吃的，回去吧。我这儿有。兔子还是蛇？都不是，是青蛙。我是老了，但还不至于沦落到吃这种东西。在口海县的确没有人吃青蛙，这里的人对于青蛙这种生物有一种天生的抵触，认为它们长得恶心，所以味道也恶心，而且有毒性。这些蛙有毒，但煮熟了就没有。我吃了3年，味道并没有传闻中的恶心，多少算是肉。你不吃，那迷姨呢？她也不吃吗？我记得她身体不好，这么冷的天，你们就给她喝点粥吧。赶路的张猎户忽地顿住脚步，许久后，渐渐朦胧的眼儿又变得清晰。他沉默着来到了莫朝生的面前，黝黑的面容多了几分妥协的麻木。你帮过我，不会害你。我帮你洗好剖开了，煮熟，重要的事情数3遍。张猎户深深看了一眼莫朝生，转头扎入了血中。走了几步，他忽抬手扬了扬布包，震开飞雪一片。莫朝生知道，这是张猎户在跟他道谢。我叫莫朝生，448剑。来跟天讨个公道。姓柴，柴刀呢？不见了。这把刀是你藏在那里的。阿水看着莫朝生，凌乱的发丝随意搭在面容间。她相貌普通，但眉宇间有寻常女人没有的英气，赋予了她一种异样的吸引力。莫朝生盯着刀，眼皮随着火光跳动了一下。擅自动别人的东西可不是什么好习惯。你藏了一把杀人刀，想杀谁？就是把柴刀而已，劈柴用的，杀什么人？柴刀不会磨得这么锋利，刀刃磨薄了，不适合劈柴。而且我在刀上闻到了杀气。莫朝生沉默不语，只是看着刀刃出神。后来锅里水开了，他放下刀，随手拿起身旁的一根木棍，放进锅里搅动着。你不是要找爹妈吗？怎么还在这儿？衙役不让进。你也是流民？以前不是，现在是了。真有意思，外头这么烈的风，吹一夜都没能杀了你，你必然不是常人。墙缝里的柴刀我隔三差五的磨，十分锋利。你拿着它去，守县城的2名衙役应该拦不住你。10几年了，终于回来一次。
我不想把血债带到故土。你运气不错，我今天找到了8只蛙，分了张猎户5只，还剩3只。外头雪大，今夜蛙汤管饱。阿水也不介意，兀自盛上碗热汤，稳稳轻晃2下便入了口。一旁的莫朝生身子软了，话匣子也打开。你父亲姓云，你也该姓云，为什么不叫云水？我不随父姓，也不随母姓。为何？这事谁问谁死？后者回忆起了清晨阿水睁开眼的那一刻，便知道对方绝没开玩笑。那我不想知道了，为了一个秘密赔上这条命，不值。你有一点没说错，我身上的确有天大的麻烦，有些话就像是悬在头顶的铡刀，听了未来指不定哪天就没了命，所以你知道的越少越安全。你虽然命烂，但人不错，我不想害你。今天县城的衙役跟我讲，每月初3，流民能进县城的县衙申请齐国人的身份。你在外面活得辛苦，为何一直不去县城内？下月就去。此月未去。去了。上月未去。也去了。最近这3月都去了。那我知道你要杀谁了。我要杀谁？你要杀苦海县县令。为什么要杀他？莫朝生盯着面前的汤，接过后灌了2口，胸腹一片炽烈的滚烫。沉默许久，他跟阿水讲述了自己与县令的3年之约。讲完后，莫朝生埋着头，言语中是前所未有的静与冷。我每次去县衙时，那些衙役看我的眼神，就像是在看病的野狗，他们眼睛里全都充斥着嘲讽、轻视，充斥着戏耍傻子之后的得意。可出生如此，我得忍。在县城外头活了3年，我吃过狗食，也啃树皮，吃虫子，甚至吃过蚯蚓。你没吃过那玩意吧？那东西一口下去，全是泥土最深处的腥臭，连野猫野狗都吃不下。但我吃了，还吃了不少。这3年，我活得比狗卑贱，有时甚至觉得自己可能真的就是条狗。好多次，我觉得自己熬不下去，想一死了之。可我不甘心，我知道刘金石跟我定下3年之约，只是嫌我烦扰，随便找个理由来搪塞我。可人总应该是怀揣着希望的，尤其是我这样命烂的人，希望对我们来说就是最宝贵的财富，它比什么都重要。我不想当狗，所以但凡有一丝活成人的可能，我都会牢牢抓住。既然如此，为何你又要磨刀？3年风霜，我身上其实得了好多病，不过是借着年轻咬牙硬挺过来。再这样下去，活不了多久了。3年之约将至，若他毁约，我便用这把刀跟他拼命，烂命换条好命，无亏。我像条野狗一样在这里活了3年，死前我要做个人。莫朝生最后那几字像是利剑一样往人胸膛里扎。阿水抿了抿嘴，竟晃神许久。他不再与他对视，偏头看着外头的风雪，瞳孔中映出无数疾风中奔走的雪花。苦海县富饶，身为地方父母官，眼里却容不下一个流民，的确可恨。他拾起地上2根枯枝，夹起一只熟透了的蛙，慢慢吃了起来。蛙肉细嫩，入嘴后虽无佐料，却成了这血液中最为鲜美的食物。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苦海县富饶，怕是只有县令刘金石一人吧。要说那些平民百姓，好多也穷得快过不下去。曾在城西住的张猎户，10几年前是苦海县名头最响亮的猎人，待人亲厚。好风光啊！多少人一辈子不敢做，甚至不敢想。而如今，这样风光的人，竟也沦落到和我一样吃泥泞中的青蛙。不对啊，苦海县里明明风调雨顺，治安安定，百姓安居乐业，怎么会？你从哪儿得到的消息？一个朋友。那你日后得离这个朋友远些，满嘴谎话，哪天你被他卖了都不知道。给你留着煲汤，我先回了。那条黑狗身上的破衣服是你做的？当年是狗爷带我来的这里，他救了我的命，我不能看着他冻死在这雪里。这番缘分算起来，你也是狗爷救的。阿水注视着莫朝生的黑色背影，穿过了茫茫飞雪，消失于夜幕深处。他发了会儿呆，又给自己盛上一碗汤，慢慢喝了起来。翌日，飞雪未停，莫朝生靠着老猎户留下的被褥又熬过一夜。他早早离开了树屋，准备又去沟渠碰碰运气。你昨夜吃了没一场吧？张猎户看着莫朝生，似乎想说些什么，嘴唇动了动，却没能开口。后者见老张猎户这模样，以及全都明白了，这是打算跟他一起去挖青蛙，可对方实在开不了这口，觉得丢人。今日有雪，你不要抱太大希望，这玩意儿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找。我以前经常连续2、3天找不到青蛙吃，但如果我们是2个人，状况兴许会好些。莫朝生带着沉默的张猎户去寻找青蛙，并将寻找青蛙的经验和精髓讲给他听。在老猎户的帮助下，2人今日搜索范围直接扩大了3倍，效率提升，也勉强挖出了12只蛙。
日落西山之时，张烈户那布满风霜褶皱的黝黑面容上，难得有了一种矍铄之感。他仔细数了数蛇皮袋子里的青蛙，一遍又一遍，连续数了3遍，最后拿出了一半给莫朝生，后者却只要了4只。实际上他今天只找到了3只，剩下的都是张烈户挖出来的。原本是县城外的一介流民，每天以吃青蛙度日，却因自己的怜悯之心，在大雪中救了个浑身是伤的女人。本以为对方只是一落难的流民，却殊不知他已经把自己陷入无尽的危险之中。而此时，这名奇怪女人已经消失了4天。过年已经3年了吗？莫朝生备考10项休息，脑中开始预演下月去寻县令刘金石要身份时，倘若对方不给，他要怎么才能结果对方？那刀是横着砍还是竖着砍？砍2刀还是砍3刀？砍脖子还是砍肚皮？这些都是要提前想好的事。朝生哥，再不，今天过年你来这儿做什么？对呀，今天过年了，妈妈让大家休息，还亲自掏钱请我和姐姐们吃了红烧肉，我偷偷装了点走，反正请你吃。鸳鸯楼是苦海县城的风尘之地，而司小红便是那楼中也是县城唯一的情士，自幼被楼主收养。2月前流金石寿宴上，他因创作瓶颈焦灼逃至郊外，一些山水来让自己静心沉气，便偶遇到砍柴的莫朝生。不同音律的莫朝生借现代曲调哼出旋律，助他改编成惊艳全场的古琴曲。如今一碗跋山送来的红烧肉，正是他为谢这份知音之情。县城里的人都在放烟花吗？今天过年，鸳鸯楼打烊了，县城里的贵人们请人做了很多烟花，围在莲藕池。县太爷也到了，热闹得很。火一点，天上的黑就炸成了无数星星。看，我还有照片呢。你换新 iPhone 吗？那多贵呀，辗转买2手才更划算。我这苹果14只花了2800，比新款便宜2000。最近又在他家买了个平板，性价比也挺高的，大屏幕看剧可舒服了。真挺便宜的，靠谱吗？放心吧，我研究过了，转官方验的数码产品都经过多轮检测，跟新机一样，支持1年保修，强烈推荐。外面风雪大，而且正值过年，那些衙役早逃班了。朝生哥如果想看，咱们待会儿可以溜进去看看，没人会发现我们的。他知道莫朝生的部分情况，县内街头时而有些关于他的流言。上次在县外讨论曲子时，莫朝生也跟他聊过一点。小红，要不要再吃点？不了，朝生哥，我今夜吃的可饱了。上次听鸳鸯楼里的姐姐说，那些埋在泥坑里的青蛙味道还不错，没想到是真的。县城里还有人吃这个？一般人是不吃的，但那个姐姐喜欢下厨，还喜欢做些奇奇怪怪的食物。先前炸了10几条捉来的红蜈蚣蘸酱吃，可给姐妹们吓坏了。肉蒸好后，他当着司小红的面，将里面的红烧肉与米饭吃了个干净。完事又盛上一碗热汤，咕噜咕噜下肚。第一次吃这么饱，莫朝生甚至有些不适应。时候不早了，小红，回县城吧。他没急着吃锅里的蛙，走时往下头又新添了些柴，确保这火堆短时间内不会熄灭。接着他便提着司小红带来的石篮和重新裹着羊毛毯的司小红一同进入了大雪中。风雪及时，2人很快变成了2个雪人，身影一高一矮，一前一后在星光下摇摇晃晃，踩着深雪前行，咯吱作响。破庙距离县城不远，也就1里路。近些了，能看见远方天穹上炸开的璀璨烟花，能听到响彻在天穹的掌声。哇！你看，他们都走了。雪道，快些回去吧。朝生哥，你不去看看烟花吗？不去。那你还……雪道，送你。言罢，他对着司小红挥挥手，转身便往回赶，头也不回。一来一去，他的腿脚冷得几乎快要失去感觉，这是很严重的事。皮肤被冻伤还勉强能恢复，若是再往里出了问题，落得个半身不遂都有可能。赏烟花？再大的热闹，与我这个流民又有何干？这双腿得留着，若是能成齐国人，未来不可或缺；若是不能，杀县令刘金石，亦用得着。司小红站在县城门口，远远望着莫朝生消失在风雪中的身影，抿唇看了很久，朦胧的白遮蔽了他的视线。司小红站那儿早望不见远处人影了，却还不肯走，最后在不可抵御的寒冷的逼迫下，才转身朝着县城内去了。为什么要叫小红？因为妈妈讲名字越贱越好养活，但我是个女孩子，你也不能取得太贱了，得给我留点脸面。朝生哥，你真的是别国的奸细？谁说的？街坊留言，听说是从县衙里面传出来的。那你觉得我是哪国的奸细？我觉得你不像奸细。为什么？
有位朝生哥，你要是奸细，刘金石肯定巴不得把你抓起来。有道理，说的有道理。哦，对了，小红，以后在其他人面前不要说刘金石3个字，别人叫县太爷，你也得叫县太爷。朝生哥，刚才那个调调，你可以再哼一遍吗？破庙中，莫朝生盯着沸腾的锅内，水中出现了先前他与司小红坐在小石桥上的场景。他看得出神，在莫朝生为数不多的轻松惬意的回忆中，司小红是忽然砸入水面的那颗石头，迅速且意外。与司小红相处时，他能暂时忘却一些沉重的现实的东西。今夜要比往常更冷，可莫朝生偏生在破庙里多留了半个时辰，直到锅里的血水烧干，直到火堆中柴薪灰飞烟灭，他才终于用2根枯枝夹起了锅里快要被煮烂的青蛙，一点一点吃掉。这半个时辰的回忆是他对司小红独有的优待，不是为了那碗红烧肉，而是姑娘那双清亮眸子里映出的是人的影子。被司小红注视的时候，他总能在对方的眸子里找到一个无比熟悉却又无比陌生的人，那是他本来的模样。时候不多了，像个人一样的死去。小子，跟你打听的人，最近有没有看到一个女人，瓜子脸，又是瘦，高8尺左右，身上应该有不少刀兵留下的伤痕。前几天来过一个女人，不知道是不是你要找的那个，问她什么也不说，后来自己走了。他没有完全隐瞒，但也没有和盘托出，对方显然是来找麻烦的，他不能表现得和阿水有所交集，以免招来杀身之祸。他朝着哪一个方向走的？他走的时候我不在，但如果照你所说的伤得很重，要么去县城里疗伤，要么从哪儿摸来一匹快马，顺着荒原往东边的赵国去。不过今年齐国这飞雪来得太急了，荒原上铺一层，厚到能没住人的膝盖，他去赵国的可能太小，哪怕他熬得住，马也熬不住。你要杀我？灭个口，没得商量了。一般来说，人跟人才有商量的余地。你活成这样，不如县城里的猫狗。不是你，早羞愧的自杀。生命这个词怎么从你嘴里说出来的？那你来。怎么可能？还有7里梅，做什么？你杀的人，你买。他是来找你的，我果然不该救你，差点死了。你果然应该救我，若你没救我，你就真的死了。刚才是你在帮我，对吧？这家伙真是蠢得离谱，你这么厉害，他怎么敢来找你的？他当然不是一个人，而且我的头很值钱，超乎你想象的值钱。因为什么？因为我的姓。一个姓没有这么值钱。可这个姓烧了7天7夜都没烧干净，你说它值钱不值钱？这回好，唯一能生火做饭的地方没了，杀了人，他的同伙只怕很快就能查到我的头上。趁热埋了，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埋不了，外头那风雪，我出去待上半个时辰就得死，雪不停，这尸体就得一直放这儿。好消息是，它不会臭。刀给我。莫朝生直接将手里的刀扔给了阿水，后者稳稳接住，一手提刀，一手拖着黑衣人的尸体入了茫茫风雪。约莫1刻钟后，阿水才一瘸一拐地回到了破庙。莫朝生还在那里没走，他将庙外堆积的雪弄进庙里，一点点清理着地面上的血渍。你把它埋了？没埋，我把曲冰凿开，把它剁碎，扔进了沟里。以后你还可以随时来，我会在破庙住一段时间。下月初3，我要最后一次去找刘金石，不管能不能成，我都不会再回这里了。他的确是这么打算的，成了，日后他就可以住在县里；不成，他和刘金石都死。阿水对此没有回应，莫朝生也不再继续擦血，对方已经摆明了要直面这烂摊子，留不留痕便无所谓了。对了，这几天你不在，去找爹妈了吧？找着了吗？阿水拿着一根柴，拨弄着火堆，沉默了好久。明日正午你来庙里，我请你喝酒，来不来？来。他回了树屋，裹上了那床破旧的棉褥，手还在颤抖个不停。两世为人，这是他第一次杀死同类，虽是为了自保，可刀锋划过皮肉时，那惊心动魄的触感却让莫朝生感到热血沸腾，也让他深刻明白了一个道理：在这个世界，想要保护好自己，手里的刀要远比律法来得更加真实有效。一夜过去，莫朝生翌日清晨和老猎户就挖出了4只青蛙，自己一直未拿，只说昨日的食物没吃完。等会儿，
我在青田那房子里有火炕，家里老婆子说，如果你熬不住，可以过来住。谢谢。刘金石那人不太行，有些话信不得，更当不得真。知道了，保证。老张啊，朝生没跟你一同回来吗？他不来。这娃这么大的雪，他就靠着一床破被子住树屋，哪里熬得住啊？哎，算算日子，快初三了。张烈虎握着勺子的手不自觉地用力，他转头盯着自己妻子，糜芳被他眼神看得有些不自在。老张，你看我做啥？张烈虎回神，收敛了目光，没敢把话讲出来。今日正午与莫朝生分别的时候，张烈虎嗅到了莫朝生身上的杀气，他觉得莫朝生似乎发生了某些变化。而在他对莫朝生说出那句提醒之后，莫朝生完全没有表现出丝毫吃惊。张烈虎敏锐的直觉告诉他，这月初三若是刘金石没有履行诺言，兴许会发生一些不好的事。可他没将这担忧告诉自己的妻子，糜芳身子不好，性命总归是少一事胜过多一事。下午走之前，我熬点粥，你在房间看一下火，别太大了，会烧干锅。能喝酒吗？反正都快死了，什么不能喝？这酒只怕不便宜，你从哪儿偷来的？莫朝生啊，莫朝生，你说我多看不起我？偷？我是正大光明、大摇大摆的拿。你说你武功那么厉害，能搞来2坛酒，就不能再搞2只碗？晓得这酒是谁的吗？晓不得。这酒是七爷的。七爷又是谁？县城西的地头蛇，山羊湖、鹰钩鼻，手下有几个修行过的武者，练得不赖。这些家伙平日里没少欺负百姓，口口声说自己是混江湖的，却个个都抠搜的不行。我问他们讨点酒喝，一个不肯，气人。于是我就砸了他的堂口，折了他的兵器，扯了他的山羊湖。尽管。后来我揪住他脖领，问他要蜜要酒，他说他要命。这老家伙怕吃我一拳受不住，又送了我一匹马，1辆车，我装着酒便回来了。你刚才说他送了你1辆马车？对，我来时没见着马车。先煮1只腿，其他的埋在庙后穴里，随吃随取。莫朝生盯着锅里的马肉，嘴角一抽。在口海县，马可不算便宜，一般调教好点的货马得2两银子起步。可以说，马的可食用价值要远远小于本身的价值。阿水这女人居然说宰就宰了。那马车呢？拆了，马车煮马肉，原汁原味。那些酒碗被堂口的人喝过，我嫌脏就没拿。要我说，这么冷的天，有酒喝，有肉吃就不错了，别那么贪。嘿，你这眼神，莫不是觉得那马能卖出去换银子吧？哼！莫朝生跟他碰杯，又闷了一大口，呛得猛烈咳嗽起来，胸腹处暖和了一大片，额头竟也冒出些细密的汗珠。好酒。你不懂这些地头蛇的规矩，马是七爷的马，上头被烙了痕，别人不能乱碰，碰了马就是碰了七爷兜里的财。我转手卖给其他马贩子，前腿走，后腿七爷就能带人把马抢回来。卖马就是害人。县城里还有土匪？不是土匪，是官匪。刘金石穿着官服，不敢明着违背齐国王法，但总有些脏活需要人来做。你不是苦海县的人，怎么会对这些知晓的这么清楚？江湖到哪都一个鸟样。不对，阿水，你见过刘金石了，对吧？阿水吃肉的动作短暂停顿了一下，他抬眸用一种犀利的眼神打量莫朝生。莫朝生，我以前不信命的，见到你后，我开始有点信了。什么意思？你这么聪明的人，若非命运作弄，绝对不会混成现在这副模样。还是昨天那个问题，你找到你的父母了吗？死了。5年前，苦海县发了一场洪水，他们被洪水冲走，至今没找着尸体。怎么有隐情？难道不是天灾是人祸？天灾亦或是人祸，已经无法再追究了。我想知道的是，明明我的父母已经死在了5年前，可为什么这5年来，我一直收到了他们的来信，还一直说他们一切安好。最后那4个字几乎是从他的牙缝中生生挤出来的。莫朝生盯着他没说话，过了好一会儿才给他的瓦片上倒了酒。刘金石说给他点时间，他会给我一个交代。这月初3，我随你一同去见他。我怕他骗你。他不敢。2人吃肉喝酒，直到锅里的马腿只剩了骨头，汤也快要熬干。
莫朝生的罪恰到好处，他告诉阿水想听听他以前的故事，但阿水却拒绝了。我不想说，你别问了。他纤细的指尖用力，瓦片被捏碎成齑粉，在烈酒的催化下，痛苦的回忆开闸，潮水汹涌袭来。阿水抵抗不住，他只能猛地一把揪住了酒坛，仰头狂饮，直到带着刀痕的雪白小腹处鼓起，才终于停下，将空酒坛扔到了一旁。抱歉，我不该问的，让你这么难受。面对莫朝生的道歉，阿水像是浑身都失去了力气，一动不动，只剩下胸口的起伏。莫朝生看见他的手指在抖，那段阿水无法直视的可怕回忆，正一刀一刀宰割着他的魂魄。阿水，能教我修行吗？不能，我练的，你练不了。你怎么知道？没错，你练不了。我那功夫是寻常江湖套路，得从小练。15、16岁后，人的骨架便基本长定型了，而骨架会影响经脉，进而影响丹海。你现在如果想要修行，寻常武功都练不得了，只能走修行圣地的路子。但那些地方可不好进，若是没有关系，便只有绝佳天赋者才有可能进入，再不然就是遇到些特别厉害的世外高人。你知道，这需要缘分。但根据我的观察，你大概是我这辈子见过第一倒霉的倒霉蛋，世外高人这一条，建议你不要有所幻想。谢谢你。你回去先准备饭菜，没我消息不准过来。陆先生，招待不周，招待不周，千万莫见怪。县太爷这是做什么？来，坐。不知陆先生今日突然拜访，所为何事？上次的事，大人很满意，这是答谢。陆先生，刘县令，这事干系重大，抖出来了可谁都受不住。您不会说吧？陆先生，我刘金石对天发誓，胆敢透露半点对大人不利的消息，不得好死。好，那我就放心了。打开看看。陆先生，这是大人的意思。县令，你有老婆孩子吧？人啊，一旦有了家庭，就不能老为自己想。您觉着呢？刘县令，新的苦海县县令已经在来的路上，估摸2、3日就到，望自重。陆先生，那刘金石看上去爱财如命，胆小如鼠。若是他今夜不愿体面，逃走了，当如何？往哪儿逃？他儿子才8岁，他往哪儿逃？而且忘川的人也到了，如果他不体面，让忘川的人帮他体面便是。他现在就是一只待宰的羔羊。不及羊头英雄别系补办法。陆先生知道别系补？当然，我最近在玩风靡欧美的流行精品策略手游《潮汐守望者》，它是高清 3D 电影大片级画质，召唤流辅助增益法师羊头英雄别系补就在其中。它能超大范围激励，对召唤物额外辅助增强，堪称无敌。而且官方4月16日上线周年庆投票活动，参与任务后的投票次数，投票一定次数可获得兑换道具，并在周年庆直接兑换到此皮肤。玩手游我推荐《潮汐守望者》。对了，我听说忘川那边的悬赏榜单天子第1换人了。是换人了，不知道是谁悬赏的，出了10万两。10万？白银？黄金？一个人10万黄金，哪家大人钱多的花不完了，搞出来这儿阵仗？我也不清楚。忘川对于雇主的信息向来绝对保密，但这一次忘川来了数不清的高手，该是一块极其难啃的骨头。往苦海县来了，怎么会来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那名被通缉的人叫什么名？没有名字，只说是个女人，身高8尺左右，身上有很多伤。就这些？就这些。陆川仔细打量了被刀男子一会儿，目光带着狐疑。他心想，这个一直跟着自己的下属是不是背叛了自己，又或是对自己隐瞒了什么？可看见对方那直率清亮的眼睛之后，陆川便知道被刀男子没有欺骗自己。有意思，真是太有意思了。什么具体的信息都没有，就不怕有人随便弄来一个假冒伪劣产品，骗走那10万黄金？发布悬赏的人好像很急啊。陆先生有什么看法？那个女人身上藏着秘密，价值10万黄金的秘密。如果有人愿意花10万黄金去买一个连具体信息都不全的人的性命，那这个被通缉的人身上藏着的秘密就远远不止10万黄金。回头好好关注一下，有线索了就通知我。陆先生想要这10万黄金？我对黄金没什么兴趣，但我对那个秘密很感兴趣。